很多人觉得，在美国只有投资房才能抵税。其实你的自住房可能藏着不少的抵税空间。如果说你用对了方法，每年省出几千或上万的税。第一就是房贷利息是可以抵税的，只要你贷款的余额不超过75万美元，你每年交的房贷利息都可以从应税收入里面扣除的。你利息付得越多，每年省下的税就越多。第二，房产税是可以抵税的，你每年交的房产税可以和州税一起申报抵扣，两项加起来每年最多能抵1万美元。对于住在房产税较高区域的家庭来说，这是一笔不小的减免。第三就是家庭办公室抵扣。如果说你有定期在家里面办公的习惯，比如远程工作或者是自己经营业务，你可以将家里面的一个空间划分为办公区，然后按照这个区域占全家面积的比例来抵扣一部分的房贷利息、水费、电费、煤气费、网费，甚至还有房屋的维修费用。第四就是节能装修的抵免。如果说你为房子安装太阳能板，换了节能的窗户，升级了暖气空调系统，这些项目都有可能获得联邦的税收抵免，最高能达到成本的30%。第五，房屋保险费用抵扣。房屋保险部分的抵扣，一些非强制性的房屋保险，比如地震险、洪水险，他们的保费有可能在一定的情况下是税务抵扣，具体的情况是可以咨询你的报税专员。第六就是房屋点数的抵扣。如果你在买房贷款的时候支付了所谓的点数，来降低利率，那么这些点数的费用通常可以在当年全额抵扣。第七就是符合条件的搬家费用的抵扣。如果是因为工作调动或者是新的工作而搬家，而且距离符合规定，那么相关的搬家费用有可能是进行抵扣的。第八就是房屋净值贷款利息的抵扣。如果你用房屋净值贷了款，并且将这笔钱是用于房屋翻新或者是升级，那么这部分贷款的利息也有可能享受抵扣的。第九，部分空间出租的抵扣。如果你将家里面的一个房间或者是独立的空间来出租，那么与出租部分相关的费用，比如水电费、清洁费、维修费等等，都是可以按照比例进行抵扣的。美国自住房的抵税清单，无论你是首次购房的新手，还是多次置业的经验丰富的房主，在美国，房产税一直是许多家庭面临的一个大支出。然而，你是否知道，通过一些合理的税务规划和抵扣的项目，实际上是可以大大的减轻房产税的负担的。美国自住房的一些税收抵扣技巧，帮助您在报税的季节为自己争取更多的优惠。自住房是你个人和家庭的主要居住地，也就是你日常收发邮件以及在税务报告中所列的地址。如果你拥有多套房产，那么通常居住时间最长的那套房产会被认定为自住房，而其他的房产则视为投资性的物业或者是其他的类型。如果你是通过贷款购买自住房，那么每个月的房贷还款中有一部分是用于支付房贷利息的，那么这部分的利息是可以抵税的，尤其是在贷款的初期。由于每个月偿还的利息占比大，抵税额也是较为可观的。此外，如果你在贷款的过程当中支付了点数，即折扣点，
这些费用也是可以作为利息抵扣，进一步的减轻税负。房产税的抵扣，房主每年都需要缴纳房地产税，这是美国各个州和地方政府对房产征收的税种。对于自住房来说，每年缴纳的房产税最高可以抵扣1万美元，无论是州税还是地方税，符合条件的房产税都能在报税的时候作为抵扣项，减少你的税务负担。意外的损失抵扣，如果房屋因为自然灾害，比如洪水、火灾等遭受损失，并且损失的金额超过了保险的赔偿，你可以将这一部分的损失作为意外的损失来进行抵扣。例如，你的房屋因为灾害遭受了10万美元的损失，然而保险只赔偿了6万美元，那么剩余的4万美元损失是可以用来抵扣当年的收入，从而减少应缴税额。当然，并非所有的自然灾害都适用此项的减免，只有在政府宣布为灾害的情况下，才能享受此项税收的优惠。改善装修的费用，如果你在自住房内进行改善性的装修，虽然有些费用无法立即享受税收的优惠，但是它们会对你未来的房产增值产生影响。比如，你花费20万进行房屋装修，当你未来出售这套房屋的时候，可以将这个装修的费用从房屋的销售总价中扣除，从而减少应缴的资本利得税。例如，你以60万购买的房屋，装修花费20万，卖出的价格是100万，那么计算增值部分的时候，应该是从100万当中减去60万的购房成本和20万的装修费用，这样增值的部分就仅为20万，减轻了税负。医疗费用的抵扣，在某些情况下，房屋改造可以作为医疗费用抵扣。例如，你为了适应老年或者是身体不便的家人，在自己的房中增加了无障碍的入口，或者是安装了支撑杆。这部分改造的费用是可以作为医疗费用进行抵扣的。这类改造的费用在一定的条件下，可以减轻税务的负担，尤其是对有特殊需要的家庭而言。家庭办公室费用的抵扣，如果你将自住房的一部分用于商业的用途，比如设置家庭的办公室，那么你可以根据办公室所占房屋面积的比例，将相关的支出，例如房贷的利息、房产税、水电费等，作为生意开支进行抵扣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家庭办公室必须是专门使用的空间，而不能与日常的生活区混用。此外，家庭办公室的使用必须符合 IRS 的相关规定，否则可能无法享受此项税收的优惠。长途搬迁费用，如果你因为工作的原因需要长途的搬迁，并且搬迁的距离超过了50英里，你可以将搬家的费用作为税前的抵扣项。搬家费用是包括搬家公司的费用，还有搬家途中住宿和膳食的费用等等。要记得保存所有的收据，以便在报税的时候提供相关的证明。资本利得税免税。如果你出售自住房并获得增值的部分，可以享受一定的资本利得税免税额。根据税法第121条款，如果你在过去的5年内至少有2年的时间将房屋作为自住房居住，那么在出售的时候，你作为单身者可以免税25万美元的增值部分，已婚的夫妇则可以免税50万美元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是以100万美元购入的房产，居住了5年，其中增值部分为50万美元，
那么夫妻俩最多可以免税50万美元的增值部分，免除相关的资本利得税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免税的额度并非可以每次出售的时候都使用，而是在2年内只能使用一次。因此，在计划出售房产的时候，确保满足居住时间的要求，可以帮助你省下了不少的税费。1031交换延税。虽然这个策略通常适用于投资的物业，但是如果你打算将自住房转为投资的房产，或者将一处的房产转成另外一处的房产，并且是符合条件的，你可以通过1031交换，将增值部分的税款延期支付，直到未来出售新房的时候再缴纳税款。这个方法是可以延迟资本利得税的缴纳，使你的资金能继续的增长。总的来说，美国税法当中关于自住房的抵税优惠项目相当的丰富，掌握这些抵税的策略，能够帮助您大大的减轻税负，增加财务的自由度。无论你是首次购房，还是已经拥有了多套房产，了解并且善用这些抵税的方法，无疑是提高税务效率的重要途径。如果你对自住房抵税有更多的疑问，最好是咨询专业的税务顾问，以确保你最大化的利用每一项税收的优惠。美国自住房税务攻略，抵税技巧帮您省钱又省心。在美国成为了房主以后，很多抵税的方法是需要知道的。了解自己自住房相关的合理抵税的办法。大家在做任何房屋决定前，记得要和您的房产的经纪和会计师一起商量，在房子方面做好税务的规划。在美国自住房抵税项目省下的都是真金白银，合理省税的方法用对了，分分钟是可以通过一些抵税的项目省下很多钱。随着报税季节的到来，拥有房产的房主可以享受一些减税的优惠，能有效地降低应税的收入。根据美国国税局 IRS 的规定，符合条件的房主是可以扣除部分税务的支出，以减少应税的收入。拥有房产不仅是资产的投资，也能在报税的时候享受多项的优惠，无论是房贷利息、房产税、家庭办公室扣除、节能减免还是医疗的必要改造，都是可以为您节省不少的税金。建议房主在报税前仔细地审核自身的支出，确保最大程度的享受税收的减免，减轻您的财务负担。带给您最实用和最专业的美国置业攻略，优质的美国房源，并提供落地生活的各类服务，做最值得您信赖的美国服务专家。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房产投资故事，可以帮您规避风险，让您在房产买卖上少走弯路。欢迎订阅。